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更新公告来了，将会在4月23日前后更新，这个也是配合新的统帅即将要出现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更新一个安装包。但是这一次更新的主题叫博物逆增，我还以为会更新母亲节的活动。不过出现这个活动也算是正常啊，在前几年前也是有出现过。那首先是一般的节日活动，那这一次呢不是变成什么联盟活动或者是个人活动了，这个变成艾斯梅丽达的主导，就是那个骗钱的女人。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一次的活动呢，你不花宝石或者是花钱的情况下是很难去完成的。然后眼疾手快，争分夺秒，但是三方问鼎我印象中之前好像没出现过，这个有可能是新的活动来的。那基本上节日活动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看下一个。埃及之战跟奥西里斯联赛相关优化，在观战时观众可以点开他们双方的技能栏，但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延迟都好，最好还是不要开放比较好诶。我感觉官方这个开放技能栏应该会被骂。新增专业模式，在专业模式的时候，比赛没有用到的技能冷却可用的状态，还有技能能量储备将会被隐藏哦，这样子就还好。想要看埃及之战跟奥西里斯联赛的回放，必须要切换专业模式，但是如果你们要看现场直播，延迟观战正在进行的比赛就必须要用专业模式，它不可以给你看到任何的能量条那些。不过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到对方带什么技能啊。游戏内比赛延迟观战的延迟时间调整为5分钟啊，这么短啊？应该是之前有人投诉延迟12分钟太久了，所以他们就缩短变成5分钟。失落之地相关优化，为了优化整体游戏体验，我们下架了征服赛季失落之地中的时不待我、野蛮人克、新战争之王、持聘疆场、战略储备。其实这种活动是我们日常都会出现的一些小活动来的。那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完成这些活动啊，不管有没有在 KVK 都好，我都是看到我的账号有完成就尽量去完成，没有完成的话就放在那边，不会特意为了这些活动而特意去追求自己的账号要完成。但是他们下架的话，我就拿少一点奖励了。将赛季内的清剿敌军活动上限次数由3次调整为4次 ，Oh my god 哎呀，我相信官方他应该是发现到这个活动有很多大哥都是要追求排名啊，所以他上线这个活动越多次，那些大佬们就消耗越多的加速跟资源，间接性也是可以提升官方的收入的。上面所说的更新全部都会在新开启的 KVK 生效。第3点，失落之地观战功能优化。哇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久啊，终于出现了其实这个东西在前阵子我跟官方反馈过，没有想到他们终于更新了，新增了战斗热点提示，系统会对正在战斗中的 KVK 进行特殊标记，同时会提示正在战斗的联盟与地点。哇，这个很方便耶。观战其他失落之地时，执政官可自由切换不同阵营的视角进行观战。哇哦！切换阵营之后，你所观看的阵营，它的所有部队全部都会变成蓝色。谢天谢地啊！终于不用看白色的点点啦。现在我们看 KVK 的时候，除非你是有账号在那个地图里面，否则你看到的点点全部都是白色的。就算你有账号在那个地图里面，你也只能看到黄色而已。这个确实对于那些喜欢看 KVK 的玩家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更新，调整了战略视野界面显示，不再显示执政官的头像等信息，观战其他失落之地时也不会显示头像任务信息。这个更新很好就是我们在看画面的时候不会再看到有其他东西在那边遮挡，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看奥西里斯联赛那样。在战略视野查看时新增了一键收起所有界面的功能就跟刚刚差不多。那某个程度上来说，这个也算是新增了主播模式，但是每一个玩家都可以操作的。但是新增加这个功能是好事，但尽量还是不要让失落之地卡着就行了。因为我自己是有实测过的，如果你是用观战跟你有账号在当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在当地的话是可以看到地图的，如果人多的情况，假设你的账号是在其他王国，你观战这个地图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卡，甚至在人多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查看地图的。这个你们在之前看960的 KVK 应该都体会到了，是完全看不到的。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满意官方更新了这个东西。第4，博物馆相关优化之前我就有提过了，博物馆将新增统帅阿提拉武田信玄的展位，这不是我都跟你们讲了你们还讲什么关羽又上线啦，18大要上线啦，呸，我都跟你们讲骑兵会上线先了啦，不信我但是同时间第2代的步兵还有第1代的步兵为什么就只有步兵？
像君士坦丁啊、查理马特、亚历山大、理查还有皮洛斯的文物将会提升到下一个等级。还讲官方不疼爱你们步兵，你看他先更新步兵。统帅阿提拉以及之后更新进入博物馆的统帅，他们的争议只会在征服赛季中生效。所以各位可以开始猜阿提拉的博物馆会增加什么东西了。不过一般来讲，官方它新增这些博物馆呢，都会显示所有统帅的争议，就是讲我们不会只是看到阿提拉而已啊，还可以看到其他统帅的。像阿提拉的话，我觉得阿提拉其实算很强啊，不管他增加什么东西都很厉害啊。我不懂会不会增加所有伤害啊，反击伤害、普攻其实都 OK。至于武田信玄的话，其实我都不知道要怎样去加强武田信玄了，因为现在武田信玄其实搭配谁都不太合适。武田信玄严格来讲有点废啊。所以这个武田信玄再看吧，我也不懂官方会增加什么东西。还有斯巴达、阿尔特米西亚、李舜臣，还有一个第三代领袖是谁啊？蒙特祖马一世吗？那其实我觉得李舜臣还是可以再用的，就看官方增加什么争议。可是我觉得等到李舜臣进入博物馆的那一天都已经至少1年之后了吧。那根据官方的时间来看，现在已经增加了骑兵，至少要等到3到4个月左右才会增加步兵。所以关二爷到底能不能复活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还有它会增加什么争议。第5点 PC 版优化，增加了自定义编队功能，执政官可以设置并保存一支临时的自定义编队，这个我好像之前有提到过，并且能同时对编队中的部队进行操作。这个功能需要等到官方更新之后才知道到底是怎么玩了。我现在是完全没有想法。其他优化，部队存档功能优化，目前最多可支持同时保存45个部队存档啊。45个啊，我的天啊。 OK， 那么我想一下，现在我们拥有3个颜色的存档嘛，有包括蓝色、红色、黄色。如果是深水晶科技的情况下，我们是已经有21个存档了，也就等于说之后应该会再更新多3个颜色。那假设说它是没有根据水晶科技来计算的话，目前我们的存档只有15个，也就等于说之后会增加多6个颜色。哇哦，这样还蛮多的。因为根据我的想法，假设说他们新增加45个存档的话，不太大可能会更新到像我们军器或者是装备那样的存档，只会写1、2、3、4、5，没有分颜色的。那严格来讲，这个也算是玩家反馈给官方之后要求的东西，就增加更多存档。但是我希望它是以颜色来区分啊，如果是没有分颜色，只是1、2、3、4、5的话，我们肯定是会乱掉的。保存部队存档时，将同时保存该部队统帅中配置的装备和军器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嘞，如果他是已经保存之后你带出去的统帅他是肯定会直接换上的话，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可以避免玩家是裸装出去打架的。不过我不确定如果是裸装的情况下他会不会让你出去了，就比方说你原本是把装备放在 A、B 队的，但是你 A 队出去了， B 队可能派不出去的问题，这样玩家就必须要确保你们保存的那些存档在其中一排是肯定他们的军器跟装备是不同的统帅上面，不然影响到你的队伍没有办法派出去的话就很麻烦了，要重新保存过。第2点，移民相关优化，这个也是之前跟官方反馈过的东西，在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讲到，终于更新出来了。哇，这一次更新真的是好多东西啊。在王国总览界面中新增了高级筛选功能，可以通过高级筛选功能和查看自己感兴趣的王国。在神庙的移民管理界面中新增了当前王国移民状态等信息。第3点，新增传说品质部位的工程装备哦，不懂官方是不是拿回之前旧的那个远程武器是增加攻击力的，但是增加多少的数值我已经忘记了。那获得的方法还有包括炸弹啊、小锤子，并且在更新之后，赛罗利的危机、黄金之国、伊恩之歌都有机会获得，但是只会在征服赛季的王国生效。那其实也算是比较合理啊，因为在征服赛季之前的王国都没有办法拿到远程统帅，并且还有进入征服赛季之后的王国艾斯梅利达的小屋，也就是翻牌活动，自选宝箱实施品质奖励，将会替换成工程图纸碎片，不过是紫色的。优化了创建部队界面属性弹窗的争议显示，修改后将按照兵种和争议类型进行分类显示。确实现在的版本查看会比较混乱一点啊，它整理之后应该会比较整齐。优化了进攻标签下统帅天赋背水一战的描述，增加了冷却2秒的说明，但是它这个优化只是修复文本而已，实际上是没有改动统帅的能力。新增了迪奥多拉查斯丁尼的统帅叙事描述，哇，果然是夫妻啊。
它增加这2个统帅都是一起增加，就讲我们之后有新的表情图了。联盟建造中的旗帜和要塞将用虚线显示领土范围，这个东西不是本来就有了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最后一个新增了任命王国头衔的邮件通知。那实际上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联盟盟主替换而已，是没有看到任何国王替换了，就只有即时通知跟我们讲国王替换了而已。不过这个也算是小更新了，整体而言我还蛮满意这一次的更新了。在之前我就跟官方反馈过很多次的更新，这一次终于更新了，尤其是第3代博物馆的更新，大家已经等待很久了。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的更新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